今天来做泰迪向日葵融化蜡棒戳花花，铲下来修修边缘，放回继续盖，中间掏个洞，再来一朵也掏洞，盖中间绿色的花心。坏了，怎么抠不出来啦？还以为卡章了，吓我一跳。抠好准备做绿叶，融化一片蜡。这效果不太对，还是得每个部件分开做，不然没有层次感。自从有了渐变蜡棒以后，套色难度下降100倍。你看右边这片绿就很死板，左半边完成，抠好备用。C 位的叶子要努力做好看一点。现在日子也是好起来了，戳一下就有4个颜色。我还蛮喜欢套这种植物系的章，主要是不用纠结配色，还有原型可以参考，结构也不会很难，做起来就感觉很解呀。我手上拿的这个，你们搜硅胶圆条就行了，这个很便宜，用来做套色非常方便。感觉现在垫板都不太需要了，局部就这样直接切点蜡放上面，融化了直接戳，炉子都不太需要了，很适合局部上色。不过大面积的图案最好还是用传统的方法盖，这样破破烂烂的背面也能更加规整。还差几朵小花就完成了，右下角的花颜色分布不太好，没忍住改了改，放回章面平削。平削也很解呀，尤其是这种比较深的章，不用怕图案翘起来。不对，怎么又来？完蛋了，好像不用修边了。今天来套2个神秘小瓶子，先来调一个亮晶晶的药水，搅匀后放一边消泡备用。开始套色，是个复古香水瓶，小珠珠好难抠，我都不敢呼吸。虽然图案很难抠，但是起码这个章很好盖。不过激光章好像都挺好盖的，可能是因为内壁比较粗糙，有利于蜡液的蔓延，就像烤戚风蛋糕不能用不粘模具一样。而且图案太深会很难切，所以我用了哑光蜡，质地较软，方便裁切。缺点是很容易碎掉或者断裂，零件间粘合不牢。所以这个网用了一个比较韧的蜡，经得起折腾，不易断裂。先一格格的抠边缘，再平着削。主要瓶子是有弧度的，所以得慢慢抠。要是平面的，就只要平削就可以了。瓶身准备就绪，把熬好的魔药倒出来。金闪闪的，然后是瓶身上半部分的玻璃，分体裁切会比较方便。初步处理后放回章上精修。一个透亮的复古香水瓶就完成了。今天我们不盖底色了，直接抠出整体。因为垫子是雾面的，所以要再描一下反面，更透亮一点。金色的魔药喷了以后能暴富吗？第2个是异形章，这个字母特别难抠，也很难塞，还好就一点点。最近换了新手机，拍摄清晰多了。大家买了新的，旧的都怎么处理？我那台 iPhone 13找转转上门回收了25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甚至旧的还值钱，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扣好了，有点破破烂烂的，放一边备用。把剩余的零件们戳好放回去，组装所有零件。瓶子外框完成，掏空内部，调一个爱情魔药，给你的 crush 滴一滴，让他爱上你。最后同样再盖一层透明。绳子部分比较难抠，放回章子平削，再呲一下火。好喜欢这种透透的感觉。大家比较想要哪一瓶呢？今天又是个大工程，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火漆套色的基本技法就是戳，然后把需要的图案抠下来，也可以铲下来，再放回去继续戳，哪里需要刻哪里。熟练运用这些技巧，你就能得到一丛绣球花。现在你已经学会了套色的基础技能，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些更精细的操作。比如说这个茶壶边上的叶子和小花瓣，
别忘了把绣球花也放回去，这样茶壶跟茶杯就盖好了。杯子里是有茶的，然后还有旁边的书，又给书盖了个封面，盖一个画框，小红花、小绿叶全部放回去，然后盖个底，又做好一个画框，还有一块小蛋糕。接下来盖下半部分，依次戳好桌布上的一堆小花，还有绿叶，小零件完成，准备盖桌布。不对，桌布上还有白边，差点漏了，不知为何有点缩胶，还好影响不大。展现我技术的时候到了，更细一点的也是不在话下，这种镂空的更是手拿把掐。这个确实有点难学，但是眼睛应该能看懂。又发现漏了个勺子，最近金价好贵，做个金勺子。这回是真的好了，蜡片切厚一点，预防缩胶。好，又发现摆反了，所以在套色过程中记忆力也是很重要的。这位大兄弟，你什么时候掉的？没事啊，能修能修。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盖这片绿叶？融化蜡棒的废料盖剩下的花，这个效果还不错。咱们来盖叶子，剪一片蜡棒放在硅胶条上盖，这样底就很平整，多余的部分还能撕掉。最后是桌上的一瓶郁金香，你们应该学会了吧？我就加快速度了。画框边上的2朵玫瑰花，这只蝴蝶怎么长得有点卡通？把边框扣掉。勺子同款金色边框，又是可以偷懒的步骤。先烫再削，把之前的蝴蝶换进去，做了一个蓝天草地的飘花条。我感觉有边好像也挺好看，但是我忍不住，一起来欣赏我的5个小时吧。
今天的章虽然用了很多蜡，但是套色并不太难，只需灵活运用一些技巧，戳好3朵郁金香都抠下备用。这个章的难点是容易忘记零件。一般来说，扣完花就接着盖叶子了，对吧？然后你会感觉有点不对，好像少了点什么。是的，少了这些小花。双色的，还有单色的，一共4朵，先用3朵，挨个抠下来，再把重生的郁金香放回去，再放小花才能盖绿色部分，这样才对嘛。这个小蝴蝶结有2层哦，怎么方便怎么抠。盖深色的第2层，顺便把旁边的星星戳好，放回去开始盖蓝色花边部分，然后把花边的边切掉。差点忘了，这还有1朵花，要是忘了就又要重来了。盖外层花边，蕾丝花边抠掉，再把花束旁边的蕾丝也抠掉。一丛小花花完成，放回去盖白色蕾丝，放回去把旁边多余的蜡扒拉走。垫张纸巾，准备平张烫蜡，多余的蜡在纸巾上抹掉。这种抽纸平时买1包要好几块，现在我刷视频买的1包才1块多，在抖音商城秒杀就能买到，柔软亲肤，用起来特别方便。这么多还不到10块钱，点商城进秒杀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好多只要9块9，趁现在有优惠提前买起来。然后把剩下的1点蜡皮铲下来，是不是很方便？猜猜贴纸干嘛用的？谁还记得这几个小星星？又是1朵容易被遗忘的小花花。蓝色部分完成，底下那片做紫色，由深到浅。这种自带边的就随便盖，不用修边，直接撕掉就行了。想精致一点就再修一修。完成啦！深海工坊的5个男人，是什么光与夜之恋的游戏属性章。虽然我不玩，但是这个章面还是挺好看的吧，我就买了。一个是一个时钟啊，这个时钟呢，说明这个男人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时间观念的人，这一点呢跟我们家老李非常的像，所以说我推测这个男人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猜猜这都是代表谁的？然后我一看啊，上面有这个字母，写了人家的名字，真的是算了，那就我自己猜吧，反正我没玩过游戏，我就瞎说。那么第2位上场的男人呢，他上面有一个灯塔正在散发着光芒，所以呢，根据我的推测，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会让大家非常相信他。这蜡是金圆的蜡条，然后它上面没有字母的那种，就是有一点半透明的，这看起来感觉有一点怪怪的，显得跟大家有一些格格不入。接下来这个呢是一团火跟这是鸢尾花啊，我看出来了。为什么选了蓝色呢？因为它盒子上面写它名字的这个颜色就是蓝色，所以我就选了蓝色。蓝色的火焰让我想起了煤气灶啊，开个玩笑。那这个鸢尾花呢，一直是给我一个神秘的感觉，然后这个白平衡怎么回事啊？加上火焰的话，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这是一个神秘的男人，神秘又热情的男人。这个是一个桌布跟不知道是什么花，看不清，也不知道是一个桌布还是一个小手帕，但是我推测这个人应该是比较讲究爱干净的一个人。如果这是一个小手帕的话，他应该会把这个小手帕叠吧放在自己上衣的这个小兜兜里面。今天用的蜡是金圆的，它干了以后外面是哑光的，还是挺特别的。接下来的这个格子啊，格子衫加上小星星，可能他是一个爱穿格子衫的阳光大男孩，帅的大男孩，完美的身材啊。好了，言归正传啊，大家章面比较喜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但是由于过誉的原因，我觉得有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很多细节刻画的不是很好，章头周围呢也有一些毛边，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希望店主可以越做越好呀，加油！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听我的胡说八道。如果说错了，你们也不要骂我啊，我这个人心里很脆弱的，你们要说我的话，我就会阴的。好了，再见。大家好呀，我是新芽，今天我们一起
起来用一下这个橙子手账的新品，还有兔兔的这个贝壳蜡。这个贝壳蜡它是比较浓稠的，我感觉它就像是萃吉的桂替，不管是味道和质地都跟萃吉非常像，但是它的颜色非常好看，然后价格也比萃吉贵好多。这个周围有花纹，然后里面是皮面的话，就中间容易挤出这个亮疤来。大家盖的时候要注意手法，由于我是第一次用，我这个有一点点小瑕疵，应该跟我没关系吧，毕竟我们要磨合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前面这2个章头呢，它都刻得非常的深，非常的有这种立体感，但是立体感带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容易盖不全，而且盖印下去的时候呢，容易排出很多的气泡，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气泡的问题还好解决，用消泡枪吹几下就好啦。吹几下是什么？就是撩几下，就是喷几下。图案不全的问题呢，我们就尽量选用一些稠一点的蜡，但是它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全吧，就很难盖全呢。有强迫症的新手呢，建议你谨慎选择，不然你会很有挫败感。这4张头整体用下来就感觉是物美价廉的那种，希望以后这样的商家可以多来一点。怎么样看这个蜡稠不稠呢？就是你看它融化以后的状态，如果比较稠的蜡它融化以后就是这种界限分明的，比较稀的蜡呢它就会比较融合。接下来这张头是一个不纹底的，盖下去完全没有压力，它就不容易有水波纹跟亮疤，非常的棒，非常的推荐。顺便买了2个小铜柱，这小铜柱还是蛮可爱的哦。这个小铜柱也有一点刻不全这个图案当然这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技术的原因我给大家分享的话，主要就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了。那个章头好不好看呢，你就自己去判断吧，因为每个人审美它都不一样。不过这个小衣服我当时买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种草，但是我拿回家一盖，天哪，这也太得劲儿了吧！就是它一个磨砂底，然后图案又很容易盖得特别的全，就是让人身心愉悦。我有过一些不好的体验，就是那个章头的图案我非常喜欢，然后买回来以后怎么盖都盖不好，我真是难受的不得了。你看这个小音符就没盖全，我一下就又不是那么开心了。视频到最后了，有没有小朋友发现我新做的美甲上面的小钻特别好看？我这次特意把手指伸出来，就是为了展示一下，有没有小朋友发现呢？发现就夸夸我吧，谢谢，再见。今天的章是一个套组，先来做这瓶玫瑰花，选了最经典的红玫瑰配色，按照花朵、花枝、花苞的顺序套色，可以直接拿着蜡棒抠，还挺方便。抠好放回去，用珠光白盖瓶子，然后盖出边上的小星星、小点点备用。倒出一大堆蜡盖外框，等蜡变凉凝固的时间，我们来抠一下花花，能手撕的地方就直接撕，剩下的放回章子进行平削。然后把小星星点点也扣好放回去，中间这层能直接撕，好解呀。给这一大块蜡修个边，剪下的边角料回收利用，这次只要倒一点点蜡就行。继续修边，这个笔直的边很好修。第1枚完成。第2个章是手摇铃，依旧是先把玫瑰花做好。今天的章还是挺简单的，应该不会有人看不懂了吧？这株玫瑰的枝条比较纤细，应该是藤本月季，在凹凸不平的表面上特别难操作，一不小心就抠得4分5裂。给手摇铃镶一个金边，各个零件就位，可以看到它们不但很难抠，也很难放。不过没事，再盖一层，它们就又粘在一起了。依旧是盖出星星点点小装饰和外框。其实做这些小手工也很费精力，经常一做就是半天，尤其是夏天，真是又热又累。所以我常备一些饮料解渴，补充能量。就比如这个菠萝汽水，清爽解渴，果味十足。平时线下超市要2、3块一瓶，现在这么多罐还不到12块，都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秒杀频道都是源头好货，有品质保障，还有很多专属优惠券限时发放，超级划算，快点评论区看看吧。这次的底色跟边框是内深外浅，和上一个做出区分。第3个章是铃铛，这个系列叫玫瑰篇章。这个蝴蝶结铃铛是怎么挤进来的？给蝴蝶结内侧的丝带做了阴影效果。铃铛们小小的，可以把蜡粒融化了直接盖。一些小零件不好操作的话，可以先盖大的部分，再盖小的。能看到这里的同学，我感觉你已经能预判我接下来的操作了。我想问问大家，这种套组是想看同一个色系的配色，还是3个章做不同的色系呢？做同一个色系，怕大家看得无聊，但是不同色系又感觉有点乱。聊着聊着就做完了。好了，一起来看看整体效果吧。